第40章，阴影笼罩的山谷。最初的痛苦过去后，家人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并努力保持乐观。他们互相扶持，用那些在不幸降临、家庭必须团结一心时会自然流露的关爱来彼此安慰。他们把悲伤抛在一旁，每个人都尽力让贝斯生命的最后1年尽可能快乐。他们把家里最舒适的房间留给了他，并在里面放满了他心爱的东西：鲜花、图画、他的钢琴、一张小巧的工作台和他心爱的猫咪们。父亲最好的书、母亲的摇椅、乔的书桌、艾米最美的画作，也都搬到了那里。梅格每天都带着孩子们来探望贝斯姨妈。约翰省下一点钱，每天给病人买他最喜欢的水果。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吃水果了。老汉娜不知疲倦地准备着精致的菜肴，以满足这位年轻病人变幻莫测的胃口，并且在做饭时不停地哭泣。从遥远的大洋彼岸也寄来了小礼物和慰问信，带来了那些没有冬天的远方土地的一丝温暖与芬芳。贝斯就像隐居在修道院里的圣人一样，安详而忙碌地待在那个房间里，因为没有什么能改变他温柔而专注的天性。在准备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努力让自己留下的人感到快乐。他虚弱的手指从不闲着。他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为路过的学生们制作小礼物。从他的窗边，他会抛下一副手套给冻得发紫的手，一副织针给一位有很多洋娃娃的母亲。吸墨纸给那些刚开始在书法丛林中跋涉的年轻人，画本给艺术爱好者，以及各种各样令人愉快的小物件。直到那些不情愿地攀登知识山峰的登山者们，看到自己的道路上铺满了鲜花，开始把坐在楼上的这位恩人看作某种仙女教母，总能奇迹般地送出最符合他们需求和喜好的礼物。如果贝斯寻求回报，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光芒就已足够。当他们望向他的窗户，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以及他们寄给他的那些笔记稚嫩、充满感激的信件，就已足够。最初的几个月非常幸福。当大家聚集在他阳光明媚的卧室里时，贝斯常常环顾四周，感叹道：“这真美好。”孩子们在地上尖叫打闹，母亲和姐妹们在旁边做着活计，父亲则用洪亮清晰的声音朗读着充满慰藉的智慧之书。那些话语在几个世纪前写下时如此，如今依然是。在那间临时的教堂里，一位慈父般的牧师教导着他的羊群学习人生中最艰难的一课，并努力阐明希望可以增强爱，而信仰则能使人顺从。他朴实的布道触动了听众的心弦，因为这位牧师是以父亲的身份在说话，而他说话或朗读时声音时常哽咽，这使他的话语比平时更具说服力。那些平静的日子是未来悲伤时刻的前奏。没过多久，贝斯就觉得织针太重了，便永远放下了它们。说话让他感到过于疲惫，接待客人让他不适，痛苦已经占据了他。他平静的灵魂因身体的虚弱而悲伤地蒙上了阴影。可怜的贝斯，那是多么艰难的日子，多么漫长的夜晚，亲人们心中有多少痛苦，又念了多少恳切的祷文。当他们看到他伸出消瘦的手臂，听到他痛苦的呼喊：“帮帮我，帮帮我！”却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一个宁静灵魂的悲伤暗淡，一个年轻生命与死亡的艰难搏斗，但两者都仁慈地十分短暂。一旦克服了那份自然的抗拒，平静便以更胜往昔的美丽重现。他娇弱身体的衰败，反而增强了贝斯灵魂的力量。而且，虽然他说话不多，但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他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明白，第一个，
被召唤踏上旅程的朝圣者是准备最充分的，他们陪伴在他身边，在河岸边等待，直到看见那些光辉的生命在他渡河时出来迎接他。自从贝斯说，你在我身边时，我感觉更强壮，乔便寸步不离。他睡在妹妹房间的沙发上，经常醒来添火，喂他吃东西，扶他坐起来，或者照顾这位很少提出要求的耐心的病人，尽量不打扰任何人。他日夜待在卧室里，不愿让其他人来照顾贝斯，并为自己被选中承担生命中这项最重要的任务而感到自豪。那些时光非常宝贵，对乔帮助很大，因为他的心灵得到了最需要的教诲。耐心，通过如此温柔的教导学会，不可能不吸收对所有人的仁慈，因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是能够原谅和忘记任何冒犯，对责任的忠诚，这能使最艰巨的任务变得轻松，以及真诚的信仰。他无所畏惧，毫不怀疑地信赖。他常常醒来，看见贝斯在读那本已经磨损的小书，或者听见他在寂静的夜晚低声歌唱。有时，他会发现贝斯双手捂着脸，轻轻地哭泣，泪水从他透明的手指间滑落。乔躺在床上看着他，深受触动，甚至无法哭泣。他明白贝斯正在以他自己简单而无私的方式告别过去的生活，并通过在上帝的话语、轻声的祈祷和他深爱的音乐中寻求慰藉，为下一个生命做准备。见证那些时刻，比最智慧的布道、最神圣的赞美诗或最虔诚的祷告都更能教导乔。他的眼中噙满泪水，心灵因悲伤而更加敏锐。他理解了姐姐所过的生活之美，平凡无奇，没有野心，却充满了使坟墓芬芳美丽的美德，以及那种无私的奉献。这使得最谦卑的人成为上天的宠儿，这是一个人所能追求的最高成就。一天晚上，贝斯在床头柜上的书中翻找，想找些东西来忘却那几乎比疼痛更难忍受的致命疲惫。他翻阅着他最喜欢的经典之一《天路历程》，发现了一张乔手写的纸条，标题引起了他的好奇。当他看到字迹模糊不清时，他猜想乔写的时候一定哭过。可怜的乔，他累坏了。我不会叫醒他去问他同不同意我读这个，他对我没有秘密。我想他不会介意我看一眼的。贝斯心想。他瞥了一眼妹妹，乔已经睡在了地毯上，手里还握着拨火棍，准备在火势减弱时立刻醒来添柴。我的贝斯，耐心静坐于阴影之中，等待着神圣光芒的降临。你宁静圣洁的存在，祝福着我们这个悲伤的家。当我思及那深邃庄严的河水轻抚你双足，尘世的欢乐与悲伤便显得微不足道。亲爱的姐姐，你在各方面都胜过我，请叫我像你一样生活，远离纷争与忧虑，让生命变得美好。请赐予我你那无比的耐心，它能让禁锢在痛苦牢笼中的灵魂保持快乐与顺从。请分给我一些你的勇气、智慧与温柔吧，我真的需要它们。正是这些让你愉快地走过了那条艰难的责任之路。请分给我一些你那无私的天性吧，它与你神圣的仁慈相结合，让你以爱之名宽恕一切冒犯。善良的心啊，请怜悯我。这样，我们分离的时刻就不会那么痛苦和心酸，而且，当我学习这艰难的一刻时，这可怕的损失就会变成收获。因为痛苦会缓和我的叛逆天性，赋予我的生命更高的追求，并更新我对未知世界的信念。而且，当你渡过那条河之后，我知道会有一个我挚爱的亲近的灵魂在彼岸等我。
由悲伤中诞生的希望与信念将成为我的守护天使，而你，亲爱的姐姐，比我先行的你，将成为我回家路上的引路人。读着那些字迹模糊、涂改甚多、参差不齐、比例虚弱的诗句，贝斯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因为如果说他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生命。他妹妹的话表明，他的存在并非徒劳，他的死亡也不会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只带来悲伤。他静坐了一会儿，手中握着折叠好的纸条，直到壁炉里烧焦的木柴段裂开来，乔才醒过来添火。他悄悄走到贝斯床边，以为他睡着了。我没有睡着，亲爱的，但我很幸福。你看，我找到了这个，并且读了它。我想你不会介意的。我对你来说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乔？他悲伤而真诚谦卑地问道。哦，贝斯，是的，而且远不止这些，远不止这些。乔把脸埋在枕头里，紧挨着他姐姐的头。那么，我没有虚度此生，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但我努力行善。现在，当一切都为时已晚的时候，我很高兴知道有人如此爱我，并且觉得我在某些方面对他有所帮助。我们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贝斯。我曾以为我无法让你离开，但我已经明白了，我不会失去你，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活在我心中，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分开，尽管看起来如此。我知道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害怕死亡了，因为我确信我会继续做你的贝斯，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更帮助你。你必须代替我的位置，乔。当我离开后，照顾爸爸和妈妈，他们需要你，不要让他们失望。如果你觉得独自工作很艰难，记住我会惦记着你，而且那份工作会带给你比写出伟大的书或游历世界更大的满足感。爱是我们死后唯一能带走的东西，它使结局变得更加甜蜜。我会尽力的，贝斯。在那一刻，乔放弃了他过去的抱负，投身于一个新的、更好的目标，意识到其他任何愿望的虚荣，并感受到了那份只有相信爱能战胜死亡才能带来的神圣慰藉。春天来临，又悄然逝去，天空变得更加晴朗，田野更加翠绿，花儿早早开放，鸟儿也及时归来，向贝斯告别。贝斯疲惫却充满信念，握着那些引导他一生的手语式长词，因为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温柔的陪伴，他走过了死荫的幽谷，并将它交托给了上帝。除非在书中，临终的人很少会说出每个人都记得的话，他们很少有幻觉，也很少平静地离去。那些曾陪伴许多人走过人生最后旅程的人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死亡来得和睡眠一样自然而简单，正如贝斯所期望的那样。潮水静静地退去，在一个黑暗的时刻，黎明之前，在他第一次呼吸的家里，这位年轻的姑娘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没有告别，只有充满爱意的一瞥和一声轻轻的叹息。在泪水和祈祷声中，母亲和姐妹们为她准备了身体，让她安息在永恒的睡眠中，痛苦再也无法打扰。当他们满怀感激地注视着那个让他们牵挂许久的年轻面庞上的痛苦表情，渐渐化为庄严的宁静时，他们带着无比的喜悦明白了，对他们亲爱的贝斯来说，死亡并非充满恐惧的幽灵，而是一位善良的天使。当早晨来临，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炉火熄灭了。乔没有守在他的位置上，房间里一片寂静。但是，在附近的一根树枝上，一只小鸟快乐地歌唱着。窗边的雪花莲绽放了，
春日的阳光像一道祝福般照亮了枕头上那张平静的脸庞，那张脸上充满了不可扰乱的安宁。他的亲人们尽管泪流满面，却微笑着感谢上帝。贝斯终于安好了，